如果拿造高达的技术来造飞机，会是什么样的？经常有人说啊，把高达身上所有的缺点都去掉，那么你将会获得一辆坦克或者一架飞机。也有人说啊，有造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不好吗？其实想想也是，高达剧中大多数的飞机坦克对比高达啊，那是有着相当的代差的。而话又说回来，高达剧中真正取代飞机坦克生态位的，其实并不是高达，而是各种或大或小的 MA。那么如果我们硬要把造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会得到什么样的产物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来畅想一下这个话题吧。之前讨论过一期，如果造高达，我们就缺这3项技术，也就是材料、能源以及米氏粒子。话说这期视频啊，也是我首个点击突破100万的视频，还是 B 站、抖音双平台破百哦。那么我们对战斗机的改造，也就先从这方面入手吧。首先是材料，之前的视频有很多人提到了拿高达对比飞机，但我觉得呀，这个不太准确，毕竟高达的装甲厚度肯定是比飞机厚很多的，而且虽然有很多飞机长度达到了18米，但它真正有一定体积的部位，其实啊就中间那一片，再加上飞机为了减重，壳子里边都是尽量减少用料的。大家对比下战斗机的横切图和元祖高达的内构画稿，你就能发现啊，高达里边那是相当实诚的。结合之前说的外甲厚度问题，这种结构跟飞机来比啊，真的是差太多了。毕竟飞机在制造时，除了要考虑强度与重量比，其他比较重要的就是 corrosion resistance, heat resistance, toughness,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以及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等等。现如今的飞机对所谓的抗击打能力可是基本不会考虑的，毕竟以现在的材料学，就算你把装甲弄厚实点，也是扛不住导弹的杀伤力的。高速度与高机动性才是安全的第一指标。可是呢，如果用上高达尼姆合金，那就不一样了。提到高达尼姆合金，高达剧中啊也分很多种，像早期元祖高达身上的月神钛合金，18米高的元祖本体重量只有43吨，而大量使用了精神力改样框架的独角兽，将近22米高的它，本体质量只有23吨。就问你逆天不逆天？当然了啊，还有 W 系那更逆天的高达尼姆合金，16米的飞翼，本体重量只有7.1吨。咱们就别整那么多玄乎的东西吧，就拿最接近战斗机的 Zeta 高达的技术来做战斗机吧。以元祖高达月神钛合金装甲硬度是可以轻松在扎古120毫米机枪扫射下搓澡的，一般的榴弹炮呢也是可以硬扛下来的。而 Zeta 高达使用的是高达尼姆合金伽马，更轻更结实，那强度与重量比更是当代战斗机无法比拟的。在这种装甲强度下，就不说抗炮弹的情况吧，就是一般的坠落地面，材料肯定也是扛得住的。这么一来啊，驾驶员的心理负担不但会小很多，在适当改造结构以后，战斗机可应用的作战场景啊也就更丰富了。比如为了增加武器的攻击角度，可以考虑给飞机加一个机械臂；为了达到空中急停悬浮的目的，可以考虑把飞机的喷口也做成可动，向多个方向喷。这不就是超时空要塞吗？这样可以极大增加战斗机在定点攻击时的有效攻击时长，有点类似于武装直升机，再也不用往复飞行来对同一目标进行打击了。当然了，这里的机械臂技术也同样使用的是高达的，只不过呢得加一个 NT1 的磁附膜技术，180度姿势变换仅需要0.8秒。这样万一咱们筛选驾驶员时发现了阿姆罗这样的人才，机体的反应速度啊就不会拖累到他们了。而要能做到急停和悬浮，除了要增加喷口数量以及角度调整能力以外，更重要的是喷口的推力。这个就拿 Zeta 高达来说吧，它的总推力为112吨，而本体重量呢只有28.7吨，全备重量啊也只有62吨，也就是说 Z 高达的推重比来到了 1.8。 对比一下 F35 的 0.7 推重比，以及现实中可垂直起飞的大黄蜂战机那 1.0 左右的推重比，是不是相当恐怖了？所以进行急停和悬浮、超音速飞行什么的，对于 Zeta 高达来说那都是相当轻松的。有人说了，高达为什么会有这么高功率的引擎呢？那当然是因为人家使用了可控核聚变反应炉啊，而且还是小型化的哦。具体技术呢也可以看下我之前的视频，这里就不赘述了。当然可能还会有人好奇，现在都超视距打击了，干嘛还要搞什么悬停攻击啊、机械臂啊什么的，直接导弹制导不就好了吗？这里就要说一下米氏粒子了。高达的可控核聚变炉其实啊就是米诺夫斯基反应炉，而米氏粒子是在氦三反应过程中，也就是核聚变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啊，米氏炉本身就有着创造米氏粒子的能力。那么假如在开战前使用米氏炉先创造并散布足够浓度的米氏粒子，那远程制导手段也将一起失效，而在米氏粒子中行动的战斗机也将无法被雷达锁定，达成隐身战机的效果。这时呢，自然就有视距内战斗的需求了。那么武器的选择当然是首推高弹速、高杀伤力的光束枪，也就是小型的 Mega 粒子炮了。具体 Mega 粒子武器的原理可以参考
下我之前的视频啊，这种武器别说拿来打飞机了，就是打坦克、打军事基地，那都是轻松烧穿。再配个光束军刀，一刀下去，航母都给你劈成2半。而就算是市区内作战遇到敌人的防空火力，以现在那些高射炮威力，高达尼姆合金啊也是轻松能扛下的。唯一有威胁的可能就是光学制导武器了。这个的话，高达宇宙也有成熟的伪装气球技术。此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相关技术，比如高达驾驶舱的抗 G 力技术，比如机械臂控制系统等等，咱们就不细说了。总结下来啊，用高达技术来造战斗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能扛榴弹炮、不怕坠机、支持超时空要塞 G 形态、能急停、悬停、垂直起降，并轻松超音速飞行，拥有核聚变炉，进行米氏粒子散布，并在散布区域隐身作战，还能打光束枪，轻松烧穿坦克装甲的战斗机了。请问这么一架战斗机在当代军事作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啥不把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坦克呢？这个问题啊问的人特别多，也确实切入角度很好。一般的人被问到了，可能还真的就直接行法国军礼了。不过 UP 我啊可不是一般人，我可是能把设定讲得跟真事儿似的口胡高手啊！就算口胡不过，我还有最终杀器。ガンダムのことそんな分かってなくていいですからね。今天接着我们来聊聊高达宇宙中的那些非 MS 兵器吧。首先一定要纠正大家的一个错误认知，那就是高达世界中的非 MS 武器好像非常弱，甚至现实世界中的武器啊都不如一样。其实高达宇宙中的常规兵器也是个顶个的逆天。就拿吉翁在1年战争初期使用的马杰拉坦克来说，确切的说是战车哈，这玩意儿底盘跟坦克很像，顶部却高高的立着一个炮台，炮台主炮口径175毫米。175毫米，炮塔还这么高，备弹30发，紧急时刻还可以将顶部突击炮分离，并进行短暂制空，实战中可以用来躲避火炮，或者利用高度优势来攻击对手，挺有创意的吧？不过缺点啊，就是分离后车底火力欠佳，一旦被击破，突击炮也没了落脚点，燃料耗尽后就只能当伏地魔了。联邦在1年战争初期用的是61式坦克，主武器为双连发155毫米滑膛炮，155毫米，它还双连发。虽然这些武器在 MS 主宰的战场上都是背景板的角色，可是在一些旁支系列作品中，他们还是当过主角的。总体战力来说啊，肯定是不如 MS， 但它突出一个便宜、量大，战斗力也没那么弱，多台坦克做好配合也是能击坠 MS 的。像 UC 宇宙中的王牌坦克手也是驾驶着61式坦克击坠过7台 MS，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我们之所以很少看到这些常规武器的发挥，主要是大多数高达剧的主角就像游戏里的电竞高手一样，打的都是高端局，咱们看的呀也都是高端局。可如果你去低级房一看，站着不动被塔打死的都有。这里空一个游戏广告位啊，望厂商爸爸们周知哈。说完了常规武器的表现，再说说与 MS 技术相关的。首先最典型的自然就是核心战机了，咱就不说它的武装水平吧，就这个流畅的空中变形机构就已经很 fantasy 了。不过由于 UC 宇宙有米氏粒子的存在，使得雷达普遍失效，因此剧中的这些战斗机打起来啊，还是2战战斗机的狗斗思路，给人一种他们好像很弱的样子而已。其次，高达战争的主战场永远是太空，而在太空中呢，像是铁球、铁桶这样的武器已经霸占了非 MS 武器的生态位了，你把它们看作 UC 宇宙的飞机坦克也不是不可以。而在非主战场的情况下，杂兵们开着这些兵器打起来也是热血沸腾的，并不是没了 MS 这仗就没法打了，正相反，大多数时候战场反而就是由这些背景板组成的。另外呢，在高达世界中，由于 MS 是横空出世的一种产物，与同时代的其他兵器有着巨大的代差，因此高达剧中的开发逻辑是这样的，你就算把 MS 的装甲、火炮给了常规兵器，他们也提升不了太多，反而是少了机械臂、动作系统以及反应炉以后，战场效果还不如继续开发 MS 或研发其他新型作战武器。所以等于是直接军事设备来了一个集体大跳级，抛弃升级传统武器，而是直接造出了 MA。 是不是用这个思路一想，就瞬间豁然开朗了？大家心心念的把 MS 技术下放到常规兵器上的结果，就是剧中出现的这些 MA。 比如说坦克，既然 MS 是巨大的人形兵器，那把它看作步兵的话，打步兵最好的武器自然就是坦克或者战车，所以剧中那些陆上堡垒不就出现了吗？他们按比例来说啊，就是高达们的坦克和战车。而你想要更高的火力、更高的飞行速度，就要塞下更大的炉子以及更非人的外观，那就是剧中常见的各种 BOSS 级 MA 了呀。说完 UC， 我们再拿与 UC 相似的 SID 来举例。宇宙战场的零式战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一点都不低端吧？这就是联合那边把传统武器一步步升级以后得到的划时代产物。只不过太难用，反而战场的综合表现还不如 MS 了。另外，知道为啥扎夫特要造巴库吗？
就是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当金恩来到地球上时，被部分地区的王牌坦克部队给打成筛子了，所以才开发出了巴库这种陆战专用机体，才扭转了战局。所以总结来说啊，一个是高达宇宙的常规兵器本来就不弱，只不过在剧中的主战场上，由于高端 MS 数量太多，导致他们好像不堪一击一样。放到局部战场上，他们甚至是能靠数量和经验跨级杀 MS 的。另一个是高达宇宙的科技研发水平很逆天，所以他们直接造 MA， 而不是选择给旧时代的兵器打过多的补丁。括弧有的传统部队啥的啊，也是会打补丁的，但不会是针对 MS 战，而是其他作战任务。回括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如果我们要造一台高达，其实就只差这3项技术，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那种18米的巨型机器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造出来啊？哎，你还别不信，但你也别太自信，因为听完这3项关键技术是啥，你就会明白，技术不在多，而在于壁垒足够高。首先是第一个技术，材料，咱们就不说高达尼姆合金或是 SEED 中 PS 装甲什么的了啊，就是扎古2所用的超高张力钢，它也是能让这个17.5米的巨人本体净重只有58吨，全备重量也才73吨呢。咱们横向对比一下啊，现代科技树下的航空用钛合金，它的密度是4.5吨每立方米，而众所周知，高达系列中大多数人形机体都是按照普通成年人的身体比例来画的。那么身高17.5米的成年人，他的肩宽约5米，胸厚约2.5米，体积等于长乘以宽乘以高的话，就是218.75立方米。当然了，这是按照人类最宽的地方算出的一个长方形体积，实际上人类是一个不规则图形，我这个学渣就不细算了，直接打个8折，按175立方米来算，再加上扎古也不是实心的，咱们再打个7折，也就是122.5立方米来算。如果扎古2使用的是咱们的航空钛合金，根据公式，质量等于密度乘以体积，那它的本体重量将达到551.25吨，几乎是超高张力钢的10倍。顺带一提，这么算下来，超高张力钢的密度也只有航空钛合金的1/10，就是差不多0.45吨每立方米，而水的密度是1吨每立方米，它确实是能在水上畅游无阻的。难怪吉翁要专门开发水用 MS， 因为想要让 MS 潜水，那必须得设计进水装置啥的，才能让它沉得下去啊。之前还有人说，按照重量来算，扎古2简直是塑料做的。我查了一下啊，最轻的塑料也就是聚丙烯，它的密度是0.93吨每立方米。超高张力钢只有聚丙烯1半的密度啊，你就说逆天不逆天吧。而这么轻的材料，在动画中不但可以当关节儿，承受本体激烈运动下所带来的高压力，甚至呢还能承受各种撞击以及爆炸冲击波和超高温。你就说这种材料，咱们要是真的能够发明出来，自由进出大气圈的梦想，那是不是分分秒就实现了？说到火箭升空啊，那咱们就不得不提一提造高达所需要的第2个关键技术，也就是能源技术了。像以 UC 宇宙为代表的高达，使用的都是核聚变动力。嗨，别说高达了，扎古都是核聚变的。其实在现实中，核聚变相关的理论早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可是我们就是造不出来。为什么呢？这方面啊，我不是很专业，粗略查了一下，主要是有以下几点。首先呢，还是材料问题。为了满足核聚变的要求，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承受上亿度高温，并且能够抗高压的材料。就光这一项啊，就卡死了核聚变理论的应用化研究了。第二呢，是等离子体约束。为了防止等离子体与容器壁接触而导致的能量损失和材料破坏，我们需要磁场或其他什么手段来约束等离子体的运动。第三是能量平衡与自持燃烧。简单来说啊，就是需要核聚变反应本身产生的高能粒子能够持续加热等离子体，保持反应的自我维持。到目前啊，我们还做不到。最后还有一些工程技术难题以及经济可行性和安全性问题，这些问题呢都要一一解决之后，我们才有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真正的核聚变反应应用。而 UC 宇宙则不同了，他们不但能使用可控核聚变，甚至还完成了可控核聚变的小型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米氏粒子。其实啊，我本来不想这么早说它的，但没办法，因为这一块绕不开米氏粒子，以及根据其技术所制造的 M 炉，也就是米诺夫斯基反应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需要一种能够约束等离子体的力场，在 UC 宇宙中啊，就是由米氏粒子产生的爱力场。同时呢，米氏粒子的超结晶体也可以形成拟铯原子，降低核聚变临界状态所需要的温度，只不过还是超高温。这里呢又需要爱力场约束加真空隔热
加高性能导体，吸收集中在热核反应堆中的废热，来解决温度问题了。而这里呢也有个细节，按照设定来说啊 ，MS 在战斗时，机体表面会发热至数百度，每次回母舰呢都需要内部冷却。不过这一点设定出处相对比较偏，动画中啊也显然没有按这方面来体现就是了。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很多人好奇啊 UC 宇宙的核聚变到底是不是烧热水？从设定上来说呢 ，UC 纪元已经发明了能够直接从 M 乳转化能量的手段，原理是米氏粒子热核反应堆本身利用爱立场超晶格将能量转化为电能。可是 MS 除了武器和中控装置等是使用电能的，其他地方需要的其实是更加直接的动能。对此 M 炉可以直接将产生的能量传送给脉冲转换器，产生脉冲压力之后，直接通过动力管传递给四肢，传递速度为音速，最后呢通过四肢内的旋转气缸使四肢动起来，这便是 MS 四肢驱动的原理。是不是跟大家想象中的简单的电驱相差甚远？说到电驱啊，咱们稍微提一嘴 SID 和00，一个是黑科技电池技术，一个是黑科技太阳能技术。说实话啊，感觉比核聚变更加玄乎。以咱们这冬天电车直接开摆的技术，就别想那么多了啊。那么刚才米氏粒子讲了这么多，也该讲讲我们缺的第3项技术了，也就是米氏粒子本身。它是 MS 这一战争兵器之所以会成为人形的根本原因。就像很多人好奇的，你高达造的再高科技，我一个远程打击，你连我面都见不到就挂了，又有啥用呢？而米氏粒子的存在，就是使得绝大多数的制导型的超视距打击无效的根本原因。它可以使传统的雷达、卫星制导无效，在随后的各种补丁中呢，甚至长距离的激光制导等手段也无效了。说白了啊，咱们科技的发展，苦哈哈的研究一种新的制导技术，人家设定集里边只是加一句词儿的事儿就可以无效了。所以啊，还是别跟这帮写设定的人抬杠了，反正就是一切远程制导全都失效了。在此前提下，在有了前面提到的材料科学以及能源的支持下，就有了可实战的人形兵器了。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啊，在 UC 和 SID 这样传统的高达世界观中，是先有了人形机甲，后有了人形兵器。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明白哈，也就是说人家本来就有着活动自如的人形工程机械，在实验中发现他们的实战水平啊也很突出，才研发了战争用的人形兵器，而不是说他们想直接研制人形兵器然后从零制造，相当于是在一种成熟的技术基础之上研发出军事能力。这个差别和当今科技现状差距还是很大的。另外呢，米氏粒子除了提供了视距内作战的条件以及完成核炉的小型化，它还可以当做粒子武器，也就是剧中常见的光束枪打出去的那个东西啊，即高浓缩后的米氏粒子、mega粒子，以及能够拘束粒子的爱立场，并衍生出来的米氏粒子漂浮、飞行、推进技术。这个我在之前高达为什么能飞的视频中讲过，感兴趣的可以翻一翻。最后呢，米氏粒子还是一种通信媒介，只不过呢仅限于新人类和强化人这类脑电波较强的人使用，也就是剧中常见的浮游炮操控原理，这个也是之前做视频讲过。以上呢就是我们造高达所需要的3大关键技术了。材料方面过于科幻，能源方面过于超前，米氏粒子则过于玄幻。虽然技术不多，但每一个都是咱们现阶段无法触及的存在。更何况就像大家说的，高达这玩意儿造出来也没有飞机坦克好使，咱们随便歪歪一下就算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以当今的科技水平，能造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昨天咱们畅想了一下，把所有高达世界科技打通，能组合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有的小伙伴说了，别整那些虚无缥缈的，你就说以当今咱们人类的科技水平，能造一台什么样的高达吧。问得好。今天啊，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在造高达之前，咱们先要想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的高达造出来是要应用于什么场景的。首先看看陆战，造一台用于陆战的高达，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材料和操作系统。材料方面，咱们就拿元祖高达来说吧，使用了月神钛合金，头顶高度18米，全背重量为60吨。给大家对比一下啊，美国 M1A1 主战坦克车体长8米左右，重量也是60吨左右，能感觉到高达有多轻了吧？这还不是逆天的，比如全高19.7米的独角兽，本体重量只有23.7吨，全背重量也才42.7吨。不得不说 UC 科技是真逆天了。而如果把高达躯干看成一个小坦克的底盘，你会发现啊，背包刚好可以视为坦克的炮塔，也就是说啊，光本体这个小坦克可能就已经相当于当今40-50吨的坦克了，四肢和头部的重量啊都不用算了。最可怕的是，这种材料还能支撑高达走路、跑步，甚至是跳跃的动作，这关节承重水平简直是难以想象。而且你再想一想啊，这么高的一块大铁坨坨，操作系统还要保证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并稳定重心，好像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就别提着弹面积这些实用层面上的事儿了，就光是造一个能独自站立并执行大幅度跑跳运动的18米机器人，这就已经是天方夜谭了。所以以现在的科技术，陆战用的高达还是别想了。那么水战呢？高达在
在水中作战基本就已经是个笑话了，因为水的阻力非常大，想要高速移动，对外形的要求就很高了。所以就算是高达作品中，也基本会创作流线型的水用 MS， 就算让高达下水，也得是有可变形机构的才实用一些。但一提到变形，那对材料和相关技术的要求就更高了，不如直接造潜水艇了。所以水战也别想了。那么空战呢？其实咱们刚才一直还都没讨论高达动力的来源呢。大多数高达作品中的动力炉都是核聚变炉，就算是 C 的那种裂变炉，那能源转换效率也是黑科技级别的。咱们就别提研究了，就连核炉小型化问题都没法解决。那你说去搞电池机吧？看看咱们现在那些冬天掉电飞快的新能源汽车，咱还是死了一条心吧所以想在空中飞行还是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装上大型的推进器，灌满燃油，然后在天上当窜天猴。在推进系统和能源系统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那还是不如飞机好使。最后就只有一个去处了，那就是宇宙里了。毕竟高达设计之初就是用来宇宙战的，宇宙战争的机器也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没有了重力的束缚，关节方面的压力也会小很多。而且虽然咱们完成不了核炉的小型化，但咱们可以完成 MS 大型化呀，造一个100来米大块头就能用上现代科技的核技术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考虑外形了。由于太空中不存在什么空气动力学，而且形状越趋于对称越容易掌握姿态，以免陷入在太空中转圈圈的情况，所以腿最好是别装，毕竟咱们可研究不出什么 AMBAC 系统。那么为了对称，既然腿没了，头也就不能要了，直接装一些摄像头就可以了。机械臂的话还是可以保留的，毕竟可以适配不同的武器，还能进行太空作业。最后再给头顶上装一个无后坐力的主武器，就可以完成太空作战的基本需求了。所以咱们现在如果要造高达的话，就委曲求全下，做个直径100来米的铁球吧，这才是现代科学下的版本答案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